我哋成日有一個錯覺，就係天上面如果真係出現一啲解釋唔到嘅嘢，我哋普通人可以唔知。咁政府呢，有雷達、有戰機、有情報部門，連自己最秘密嘅飛機係咩，佢哋都應該知啦啩。但係1964年，波多黎各附近一艘美軍軍艦，雷達追蹤到一個高速不明嘅目標，唔係閃一閃就冇。件事持續大概21分鐘，甚至咧有戰機升空攔截。但係問題係啦，如果連美軍自己都認唔到係乜，咁天上面嗰嚿嘢究竟係啲乜呢？更加令我覺得咧不可思議嘅係，當我將呢一批新公開嘅美軍 UFO 檔案一路向前追，我先發現原來呢條問題咧，美軍咧早喺1947年咧係已經問緊嘅啦。佢哋第一個懷疑嘅唔係外星人，係自己。會唔會其實係我哋某一啲秘密嘅計劃呢？查完之後，已知嘅項目揾唔到，之後查蘇聯、德國戰後嘅科技、自然現象，甚至分析錯誤，直到1948年，一份美軍秘密文件入面，竟然真係出現咗一句嚟自另一個星球嘅載具。呢個可能性咧係冇被忽略到嘅。但係下一句又寫喎，證據仍然唔夠。所以咧今日呢條片咧，我唔係要同你證明外星人存在，我反而係想帶你睇一件更加有意思嘅事。由1947年到1964年，當世界上最有能力知道答案嗰一班人，一次又一次遇到自己解釋唔到嘅事情，佢哋最後究竟相信咗啲乜嘢呢？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我頻道。嗱，其實咧，如果你企喺1947年嘅美軍嗰個位置咧，第一個答案咧真係好合理嘅。突然有好多人見到天上面一啲奇怪嘅飛行物，速度快，外形古怪，有啲仲話會成群出現。咁你第一時間會諗到啲乜咧？外星人其實係未必嘅，你咧可能最先懷疑嘅係自己人先，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啱啱咧就打完冇幾耐，航空科技發展快到不得之了，噴射機啊、火箭啊、飛翼設計啊，好多嘢咧普通人根本就未見過，所以咧美軍情報部門咧將一批比較可信嘅非典目擊報道就整理咗出嚟啦。再問負責研究個新飛機嗰班人啦，喂，呢啲嘢係咪我哋自己某個秘密計劃嚟㗎？收到嘅答案係已知研究項目入面係冇嘅。咁呢一下咧，成件事先係真正開始有味道。如果答案係自己人試緊新飛機啫，咁其實單嘢完咗㗎啦。但係而家唔係喎，當然啦，已知項目係冇喎，唔代表可以100%排除一啲連情報部門都未必有權知道嘅超級機密文件。美軍咧自己之後嘅文件咧，亦都保留咗呢一個可能啦。但係問題係，如果連負責研究航空科技嗰一班都認唔到，下一步會查邊一個呢？答案就好快出現啦，唔係火星，佢哋唔查自己人，下一個就係查蘇聯。因為咧二戰結束之後咧，德國咧就留低咗大量嘅航空研究啦。而美國同埋蘇聯咧，都喺嗰度搶緊啲科學家、搶技術啊、搶情報啊，所以咧對當時美軍嚟講咧，一隻外形奇怪、速度異常嘅飛行物咧，最恐怖嘅解釋咧，未必係外星人，而係會唔會蘇聯整到一樣嘢，連我哋都仲未整到嘅咧？甚至連納粹德國研究過嘅飛翼設計都俾佢哋攞翻出嚟。霍爾滕呢類冇尾翼嘅飛機，蘇聯有冇可能攞到技術咧？有冇德國工程師將未完成嘅設計帶咗過去咧？美國人咧當時叫做飛碟嘅嘢，會唔會其實係另一邊偷偷試飛緊嘅新武器咧？所以咧，你會發現咧，1947年嘅 UFO 調查咧，本質咧先係一場冷戰情報戰。但係咧，同一年9月，事情咧開始向另一個方面發展啦。當時美國航空器材司令部司令納森特溫寧將軍簽咗一份後嚟非常出名嘅秘密備忘錄，入面有一句説話：今日如果淨係咧截出嚟擺上網咧，一定會變成美軍1947年已經承認飛碟係真嘅，因為份文件真係咁寫嘅。所報告嘅現象係某種真實存在嘅事情，而唔係幻想或者虛構。但係承認有人觀察到一種真實現象，同埋承認嗰樣嘢就係外星飛船係兩件事嚟嘅。因為咧同一份文件入面咧，美軍仍然考慮自然現象、未知美國秘密計劃、
外國新科技，甚至由人控制或者遙控嘅飛行器。即係換句話講啦，1947年美軍去到一個幾尷尬嘅位置，佢哋咧開始相信問題係真嘅，但係仍然唔知道答案係啲乜。而如果呢啲正常答案一個個都唔夠用啦，咁最後會唔會被迫考慮一個本來就最唔想考慮嘅答案呢？嗱，去到1948年啦，美軍咧真係開始問咗一條問題啦。如果佢唔係我哋，亦唔係蘇聯，咁佢會唔會根本唔係嚟自地球嘅呢？咁去到1948年，相關報告咧就越嚟越多啦，有民航機師啊、軍方人員啊，亦都有熟悉航空嘅專業人士啊。於是啦，美國咧空軍就成立咗一個專門調查計劃，叫做信號計劃。目的咧就係將報告集中埋一齊，睇下究竟係氣球啊、流星啊、錯覺啊、美國秘密飛機啊，定係蘇聯新技術。而就係呢個時候，美軍咧 UFO 歷史入面咧出現咗一份非常有爭議嘅文件，就叫做情勢評估。後嚟咧曾經咧負責美軍 UFO 調查嘅魯佩爾特聲稱，當年信號計劃咧有一批調查人員研究完一連串高可信度嘅目擊之後，曾經寫過一份最高機密評估，而佢形容咧呢一份報告咧提出嘅答案係星際來源，即係咧懷疑嗰件物體啦，可能係嚟自另一個星球啦。咁你諗下啦，1948年人類甚至未正式進入太空時代，美國空軍內部啊就竟然已經有人咧認真去討論呢一件事啦。天上面嗰啲嘢會唔會根本唔係地球人整㗎？但根據魯佩爾特後嚟嘅講法，份報告咧就一路呈交上去啦，最後去到美國空軍參謀長范登堡將軍手上，就俾佢擋住咗啦。原因就好簡單，證據唔夠咯。更加麻煩嘅係，今日我哋根本揾唔到呢一份情勢評估嘅原件。現存最主要嘅資料咧，係魯佩爾特多年之後嘅回憶。佢話咧自己見過啦，亦話份報告咧後嚟就燒毀咗。所以咧呢個故事有價值，但係咧就唔足以俾我哋講美軍喺1948年咧就正式確定咗有外星人啦。咁去到呢一度啦，正常應該收一收啊，但係偏偏故事又轉多咗一次喎。因為咧，就算將呢一份失蹤嘅情勢評估完全擺埋咗入邊，1948年仲有另一份真正保存到今日嘅美軍秘密文件，而嗰份文件咧就白字黑字寫嘅嚟自另一個星球嘅載具，呢一個可能性並冇被忽略。嗱，呢一次咧唔係多年之後嘅回憶，係當年真正嘅軍方文件。但係下一句同樣重要啦，支持呢個答案嘅實質證據完全欠缺。所以咧，1948年美軍真正去到呢一個位置咧，其實係非常之微妙嘅。佢哋冇話一定有外星人，但係咧亦都真係將另一個星球呢幾個字放入咗一個正式分析嘅範圍。問題係，如果目擊者可能睇錯，記憶可能出錯，情報亦都可能判斷錯，咁下一步最需要嘅就唔係再多一個人話喂我見過啊，而係一樣可以重複睇、可以量度，甚至可以計數嘅嘢。嗱，而幾年之後啦，佢哋真係得到咗兩段影片嘅，亦就係呢兩段影片令到軍方咧分析文件入面咧出現咗一個非常誇張嘅數字：1479倍重力加速度。第一次睇呢個數字咧，我都停咗一停。因為咧呢一個數字咧真係代表一件實體飛行器嘅運動，咁已經唔再係快少少咁簡單啦。喺1950年咧，美國蒙大拿州咧有人咧影低咗一段奇怪嘅影片，畫面入邊咧有兩個明亮物體喺天空移動。1952年咧，猶他州又出現咗另一段著名嘅影片，拍攝者本身咧係美國海軍人員。今次咧畫面入面咧見到一群光點一齊喺天空移動。如果放喺今日嘅話咧，咁一定有人話係雀仔啦、AI 啦、氣球啦、飛機啦，亦都一定會有人話喂係外星飛船啦。但係當年美軍做嘅係將影片交俾專門做影像判讀嘅人員分析，由飛輪入邊嘅移動啊、角度啊、速度啊同軌跡調翻轉頭嚟計，如果畫面入面真係一件實體物件，佢到底行緊幾快？而其中一組計算將速度推至大約每小時3780英里，更加離譜係1479 G， 你冇聽錯。唔係14.79，係1479。如果呢個數字真係成立嘅話咧，問題就唔再係喂呢個係邊個國家嘅飛機啦，而係有咩我哋熟悉嘅飛行器可以飛到咁呢？但係呢一度咧，你要分清楚啊！呢個1479 G 咧，係當年分析報告按照影像同一系列假設計出嚟嘅一個結果嚟嘅，唔係呢一部儀器直接量度到呢個物體真係承受過1479 G， 只要距離、尺寸、運動方向其中一條條件咧估錯咗咧，最後計出嚟嘅速度咧同埋加速度咧都可以差好遠嘅。所以真正咧值得追嘅唔係喂美軍 UFO 證實咗1479 G 啦，唔係嘅，而係咧點解一班專門做影像分析嘅軍方人員會計到一個咁極端嘅結果？而
報告自己計完之後咧，就冇話即刻宣佈我哋揾到外星飛船啦。佢哋係繼續嘗試揾其他答案嘅，雀仔又好，飛機、氣球、其他已知道嘅空中物體。所以呢兩段影片咧，真正重要嘅地方咧，唔係證明外星人，而係 UFO 呢件事開始由有人話自己見到，變成我哋手上面有一段影片可以重新分析。而且去到今日啦，呢個問題其實仲更加有共鳴。真係有相有真相？未必。有影片你都可能要問，喂，嗰個距離有幾多啊？有速度，咁你要問下，咁點樣計啊？有1479G，你更加要問，究竟係個物體不可思議啊，定係我哋對物體嘅理解錯咗咧？嗱，照道理啊，資料越多咧，個謎團應該越容易解啊，係咪先？但係再過多10幾年，去到1964年。波多黎各附近一艘美軍軍艦又遇到一件更加麻煩嘅事。當時咧，美國海軍咧吉亞特號軍艦咧喺波多黎各附近海域執行任務，雷達上面咧突然出現咗一個不明目標。嗱，根據當時嘅記錄啦，呢個目標咧速度非常之高嘅，甚至被描述為接近3倍音速。相關記錄咧仲將佢描述成三角形。如果雷達咧只係閃咗一下咧，咁可以係雜波嚟嘅啫，可以係呢個設備錯誤，乜都有可能啦。但今次咧目標係持續存在，官方咧開始追蹤啦，之後甚至派出呢個戰機升空攔截，整個遭遇咧前後大概21分鐘左右，所以咧件事已經唔再係有人望錯咗一眼，而係軍方真係將佢當成一個值得追蹤嘅空中目標。而最自然嘅答案其實又同1947年一樣，秘密飛機。因為1960年代美國自己真係有一大堆普通人唔知道存在嘅航空計劃。中央情報局咧當時亦都正在進行一啲高度機密嘅高速偵察機嘅發展啦。雖然有人見到一架飛機飛得好快，高度異常，外形陌生嘅物體，第一時間懷疑美國嘅秘密飛機咧完全係合理嘅。問題係後嚟咧再對照中央情報局當時嘅牛車計劃以及相關速度偵察機嘅項目，呢單咧波多黎各事件咧就唔可以簡簡單單話用一批已經知道嘅計劃就解釋咗，唔可以啦。去到呢一度咧，成個故事咧其實兜翻個圈咧就去翻最開頭嘅1947年。美軍就問：喂，係咪我哋自己嘅嘢嚟㗎？嗱，揾唔到已知項目就查蘇聯啦、查德國啦，同埋查自然現象啦。咁去到48年啦，連另外一個星球呢幾個字都正式擺上咗去呢個分析台上面分析。咁1950年代啦，開始有影片啦、影像啊、分析啊，有誇張嘅計算結果啊。去到64年，有軍艦啦、有雷達、有戰機，仲有21分鐘嘅追蹤資料，一次比一次多。但係嗰條最簡單嘅問題，嗰樣究竟係乜嘢嚟㗎？仍然係冇一個乾乾淨淨嘅答案，而呢個咧先係我睇完呢篇文件之後覺得比較值得講嘅地方。即係我哋成日都幻想啦，幻想咩？政府一定知，官方一定知，中央情報局一定知，只係咧佢哋唔肯話俾你知。喂，因為你咁樣諗咧，某程度上其實係令人安心嘅，至少代表有人知道咗個答案先啦。如果有啲時間咧，唔係佢知道但係唔講，而係連坐喺個情報部門、雷達站、軍艦、戰鬥機入面嗰個人都只可以一個答案咁試，最後仍然係留低一句未知。咁我哋真正要問嘅可能唔再係美國政府有冇證實外星人啊？因為由今日揾到嘅文件咧，就去唔到呢一步嘅。但係同樣地，亦唔可以因為未證實外星人就調翻轉頭講，當年咧就乜事都冇發生過。呢兩個答案咧都太容易啦。其實有一啲事咧，今日可以解釋。有一啲分析咧，今日可以重新質疑，但係亦都有一啲問題咧，直到而家咧仍然留低嘅。所以咧，我反而覺得 UFO 最吸引嘅地方咧，從來都唔係喂一定係有外星人啦，而係每一次我哋以為行近咗答案一步，答案後面又會多另一條問題出嚟嘅喎。而呢個證據咧，未行到去嗰一步之前咧，最誠實嘅答案仍然係我哋唔知道。嗱，但係記住啊，我哋唔知道同埋冇嘢發生過咧，從來都唔係同一件事。咁多位朋友，我會留喺美國一段時間，有冇加州嘅朋友或者三藩市嘅朋友咧，可以 email 我嘅，咁啊約下我，等我再了解更加多美國嘅事，好冇？多謝你哋。頻道嘅觀眾朋友，小弟誠意邀請散落世界各地嘅你，只要如果你中意玄學或者法科，或者對各種靈異故事特別有興趣嘅話，我都好歡迎你哋加入我嘅 WhatsApp 群組，一齊分享自己嘅親身經歷同埋感受，亦都可以俾我啦收集更加多靈異或者神棍嘅故事，等我可以分享上 YouTube 俾唔同嘅朋友知道啦。咁我哋個連結咧就已經喺影片簡介嗰度啦，等緊你哋啊！